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轩，我人现在正在马耳他。今天这支影片呢，我想要用一种就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一半是分享我在马耳他的生活的方式，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我到底为什么会来欧洲啊？然后我来这里干嘛？跟我最近呢一些生活感触，未来就是我自己人生还有频道方向等等之类的。这支影片呢，我觉得比较不同于以往，不会是那种就是资讯量的旅游影片，或是介绍语言学校一天的那种影片，因为我这次主要呢是来算放假吧，所以我没有拍太多马耳他的影片。那我有更多在这里即时的生活分享，我都会分享在我的 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那我的频道呢，主要就是分享一些海外游学啊、旅游攻略，有时候会分享户外潜水。那如果喜欢这方面的内容呢，可以订阅我频道加小铃铛。直接进入到为什么我会来马耳他。简单来说呢，我现在正在这边上1个月的语言学校。很多人一定会有个疑问是，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念语言学校？这可能就是要从2年前，我同个时间一样是在5月的这个时候，我正在美国游学。那一趟游学呢，其实有点算是在疫情后，我想要替我自己圆一个大学时期的梦。然后回来之后呢，因为我知道菲律宾也有游学嘛，然后想要趁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出国的时候，去菲律宾游学一趟，然后有一些影片可以拍，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一开始就真的只有想说，去完美国跟菲律宾就好了，就这样了。后来呢，真的不夸张，我去完菲律宾语言学校之后，无论是我 YouTube 的留言啊，或者是我自己 IG 收到的私讯，真的是我有史以来收过最多次重复的问题，就是关于菲律宾读语言学校。至今我自己有时候还是都会在收到这方面的私讯。后来呢，就是身为一个创作者呢，我站在自己的创作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真心喜欢，然后我也很乐意分享，同时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站在观众的角度呢，这也是观众喜欢想要知道的资讯。站在就是现实面的角度，它也是一个有流量、有话题、TA 也很明确的主题。所以我自己就有在想说，那我好像可以去拍看看不同的国家，就是去比对一下不同国家的语言学校是长什么样子。又加上其实我在菲律宾那段时间啊，正处于一种创作的迷惘期嘛，就是我一直觉得我除了 YouTube 到底还可以做什么。然后我在菲律宾游学那段期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一直很想要去做看不同的事情。其实我在菲律宾也遇到蛮多人的，然后大家其实都有一点处在于是自己的人生转换期，然后想要转职啊，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的人。那时候大家都聚集在菲律宾游学，就是有点可能对人生有点小迷惘。然后我在那边也有认识几个人，像 Solo 啊，他现在就正在加拿大读书，然后他想要拿身份，所以我后来啊，我就找到了一个我很想要在国外申请的一个计划，但是呢，它需要雅思成绩，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突然去考雅思，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从来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超级讨厌考试，然后我那段时间也很痛苦，所以呢，我在去年的5月的时候，我就决定开始报名雅思的补习班，然后开始念雅思。这样，去年2023年啊，其实是一个疫情后大开放，大家开始疯狂出国1年，但是我去年呢，真的是过得超爆无聊，就是我大概1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读书。然后我今年1、2月的时候，我就在菲律宾碧瑶，我也去那边语言学校念雅思。然后我真的可以讲说，那段时间真的是我很久没有这么痛苦。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在逼自己做一件我很讨厌做的事情。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整个身体都搞坏啊，心情每天都很不好。在菲律宾的时候状态超差，我就是真的超级想回台湾的。我真的是结束雅思考试之后，我不想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今年的上半年就是结束菲律宾之后，我就疯狂去很多不同的国家，是因为我觉得想要趁今年全部把它补回来。所以我今年呢，就是开始去一些就是我真的过去没有去过的国家。我那时候正在菲律宾读雅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今年去看看不同国家的语言学校。所以后来大家可以看到说，除了菲律宾结束之后，我去了沙烏地阿拉伯，然后帛琉潜完水之后呢，我就接二连三去了澳洲，然后现在来到了欧洲的马耳他。马耳他呢，也是我在今年在菲律宾读雅思的时候，就是突然一股冲动，很想报名的。可能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会选马耳他呢？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分享菲律宾游学的时候，有观众就在底下留言说，其实马耳他语言学校的学费不
贵，就是它其实跟菲律宾差不多，顺便可以玩欧洲。我就觉得，我都还没有去过欧洲，那想说真的就趁今年是我想要跑很多地方的一年，我就把握今年的机会来马耳他，然后顺便去玩欧洲其他的地方。因为之前我都是有跟代办合作的，所以我其实一半以上都是保持工作的心态，就是我一定要拍到那种就是很完整，就是语言学校1天的那种影片。那我其实呢，我来马耳他之前，我也很想拍这种影片。我来这边之后，我就觉得这边的氛围真的是太 chill 了。我其实很多时刻我都不想要让自己沉浸在一种工作氛围中，我就觉得我想要在这边好好享受一下这边的生活。那我知道呢，就是一定会很多人问我说有没有推荐的代办跟学费多少钱，这2个是最热门的问题。那我这次呢没有找任何代办，这是我自己在网络上找到这间学校，然后我自己去跟学校联络，然后报名的。这次就是真的是当做是放假了，我不想让自己有太多就是一定要拍很完整的资讯影片，然后一定要 po 文的责任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影片不会介绍太多关于语言学校的资讯，我会小小的分享那边的生活，但详细的资讯呢，我会放在我自己 IG 的精选 QA 里面。我之后呢也会写一篇部落格跟大家分享。我来到这边，我就发现这里的语言学校的感受跟我之前无论是在菲律宾，甚至在美国跟澳洲都蛮不一样的。这里呢，我至今为止呢完全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台湾人，我完全没有讲到中文，就只有跟你们拍影片的时候，我现在才讲到中文。然后我的同学全部都是欧洲人、非洲人，然后南美人。它不是像旧金山跟布里斯本，他们有很多华人。我觉得亚洲人在这里，大家会对你特别的好奇。然后我们这边呢，通常都是早上9点上课，然后中午12点15就下课。那有些人下午会上一些英课之类的。然后这边每天的太阳都很强，现在其实已经6点半了，阳光还这么大。然后学校的同学们呢，下课都很喜欢直接在那边晒日光浴，然后游泳池玩来玩去，就是大家都很享受在这个阳光底下。早安啊，各位！我现在要从我们学校宿舍去我们学校，非常的近，走几步路就到了。我们学校很美哟，这边呢直接进去就是游泳池了。Is that the camera? It's good for a vlog. Okay, cool. Hi guys. And 2 stars on the left side and right side. You have to go down. A little bit down. Very good. I think we're done. Would you like to see? Turn around. Oh. Not bad at all, I mean. Show the camera so that you can show them what you did. I think it's possible. Oh, it's good, very good. Smile. Yeah. Have no fear for atomic energy, 'cause none of them are gonna stop the time. How long shall we kill our prophets? 现在是休息时间，大家都会来买咖啡。看一下我的同学。Hi. You know, I order iced coffee latte whole week. Sometimes they give me hot latte. And then he said, no iced latte here, only latte. Latte is mean hot milk and coffee. Yes. If I need iced latte, I have to say iced coffee. Oh la la. 总之呢，就是我在这边只要点冰拿铁的话，我都要讲 iced coffee。才是我们认知中的冰拿铁。我的印象中想说 ice coffee 应该是冰美式吧，然后我就问他说冰美式是 ice americano 吗？然后他们就说没有 ice americano， 他说 americano 就是 coffee 跟 hot water， 然后是小杯的那种，就是没有 ice americano 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好复杂，好复杂，反正就是在这边冰拿铁就是 ice coffee 哦。我这次来马耳他，我跟我之前有学过的那几个国家整体体验起来蛮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之前啊，不管是在
在菲律宾、美国还是澳洲，我这个年纪29岁，在班上都算是偏老的。真的很多那种大学生，大学刚毕业的出来游学。但是我在欧洲呢，我遇到我们班的同学超多都是30-40岁以上的商务人士，甚至呢很多50-60岁已经是当爸爸妈妈，然后或是有点就是阿公的年纪来念英文的。他们很多欧洲人都是来这边，就是有点类似像度假1-2个礼拜的这种，然后学英文对他们来讲就是来这边放假的一个附加价值，这样就让我就是重新去思考就是游学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收到蛮多私讯，是现在已经超过30岁啦，然后有一个稳定工作，但是又很想离职，但身边的朋友家人都觉得我不应该离职，然后去菲律宾学英文，甚至是我之前也一直很常被问说，你去菲律宾学完英文回来，你的多益会进步几分等等之类的问题。我觉得游学本质不应该永远都是 focus 在读完后雅思多益考几分，然后或者是你英文一定要就是流利到好到没话说。我觉得太多人一直把它目光焦点放在英文到底可以进步多少这上面，但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是你完全换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学习自己独立自己生活。在这个时候呢，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你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学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像我这次来马耳他，我遇到超级多讲西班牙语的国家的人，然后让我现在就是真的有点想要开始学西语。以上的这些东西加起来，真的远远比你分数进步多少分，跟你永远害怕自己不敢讲英文这件事情还要重要太多了。好啦，那我现在呢要去我的日本同学 Yuna， 因为他现在的宿舍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就邀请了各个同学去他的宿舍 party， 然后还会煮饭给大家吃，好期待哦。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宿舍，只有他一个人哎，哇！全部都是 Yuna 做的。Yuna is our chef today. Come by. Okay. 我现在呢来到了 Valletta， 它是马耳他这边的首都。然后假日的时候呢，这边人真的超级多的。我今天呢跟我的日本朋友还有韩国朋友一起出来。Hello， Valletta 这边它是一个就是具有非常文化历史遗迹的地方，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路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那种黄色的建筑。今天呢其实没有做很多功课，我们就是3个就约好说哦，今天来 Valletta， 然后就是随意的走走逛逛。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是吃完午餐，喝完咖啡，现在已经下午4点了，太阳每天都这么曝。其实这边到处都有一些点可以看，像是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这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往很多很远的地方看，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海啊之类的。这里啊有一个街头艺人爷爷，他超厉害，他会唱日文、韩文跟中文歌。他现在又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了。因为今天礼拜天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个教堂在做礼拜。我们现在呢找了一个可以来逛逛的地方，这里的 view 也太美了。你看，这就是马耳他的街景，就是一眼望去呢，就是会有几个聚集的淡黄色小村落在那边，超漂亮的。跟大家说，这里的 view 真的是太扯了，这边的蓝真的是蓝到爆。虽然现在风很大，有点冷，但每一天天气都是这么的曝，就是没有云，然后打在海上就是这么蓝。
现在呢已经晚上6点了，但因为现在天还超级亮，所以现在餐厅呢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有名的餐厅，要来吃兔肉。我们点了兔肉、鲑鱼、披萨。我上次去 Selema 那边吃了一间也是蛮有名的餐厅，那是我第一次吃兔肉。然后那时候我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吃起来很像很柴的鸡肉。但是我现在来这边，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柴，我觉得它蛮好吃的。它把那个酱料马铃薯，然后跟兔肉整个这样调味弄在一起，是很好吃的耶。就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这家餐厅好好吃哦，我们点的每一道料理都很赞。For your subscriber. Come on. Okay. Don't look. Come on for YouTube. For YouTube. For YouTube. Let's go. 今天是我们一起煮饭。He's making pizza. I'm making dry dumpling. Oh. 好啦，今天是星期天，周末。我之前一直以为呢，我假日的时候一定会狂去很多地方玩，但是呢，没有想到来这边的生活就是每个礼拜5晚上都是 party， 所以隔天礼拜6的时候，就是几乎是睡到下午，然后就是身体在恢复当中，就是会一整天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来马耳他的日子也已经进入尾声了嘛，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边的心得。首先呢，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或是学习一个不管是技能也好、语言也好，它一定要有目的吗？我就想到我以前去美国打工，我身边有些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你干嘛要去？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未来去应征公司的履历不会有任何帮助啊。或是我前阵子收到观众来信，主要是他想要去菲律宾游学，但是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确定你去菲律宾游学英文一定会学到很好吗？你在台湾也可以好好学英文啊之类的。那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去菲律宾游学之前，也有身边的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后来就是来马耳他1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不管做任何一件事你今天去学习一个兴趣，学习一个技能，然后或者是我现在来马耳他游学，大部分的人来这边的生活就是白天好好上课，然后下午就是享受生活。因为其实大家来这边也都是短暂的几个月嘛，让自己多认识一些朋友。其实你学习一件事情，它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实质或是对你自己利益上的目的，快乐跟享受，它也是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就跟我之前一开始喜欢上旅游跟喜欢上拍影片一样，我并没有说我喜欢旅游这件事情，它最后要变成什么样子。就你真的是纯粹喜欢一件事情而去做，你并没有说他未来一定要替你赚多少钱，他未来一定要在你的履历上面有很多实质上的回馈之类的。我拍旅游影片也拍了7年了嘛，所以旅游呢跟拍影片还有户外这件事情，其实它已经跟我的生活有点分不太开了。我就想说我去做，但是完全跟拍影片还有工作无关。所以后来我开始打羽球，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纯粹享受在当下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后来我也开始去学溜冰，这件事情也纯粹就是我就是想学啊，我也没有
一定要把它变成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做 YouTube 很容易，你为了要找各种不同的题材，然后把一件新的事情，你会想把它拍成影片。我觉得这是不能说完全不好，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打羽球的时候跟我溜冰的时候，纯粹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我会一直想要来读语言学校？其实我觉得读语言学校跟学英文这件事情，它并不会是游学的一个很主要，或是占最大部分的一个目的。尤其是我这次来马耳他，跟之前最不一样的点就是我完全没有遇到台湾人。我觉得这点来讲是马耳他游学最大的优点。总之呢，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啦。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很多事情不应该被一些社会框架绑住，就是觉得你好像到这个阶段就应该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追求跟实现的事情。我觉得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然后真正去做会快乐的事情，其实对我们的人生也还蛮重要的。总之呢，我这个欧洲旅行呢，总共会有2个半月的时间。我接下来会去希腊独旅，那我还蛮期待的，因为希腊一直是我一个梦想的地方。我再过1个礼拜就要去，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决定我要去哪个岛，因为真的太多岛了。我会把我很及时的欧洲生活分享在我的 IG 上面。然后去完希腊呢，我接下来会去爱尔兰，就是语言学校，我会认真拍片啦，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糗。还有一些国家我还没有决定要去哪，我正在思考荷兰啊、意大利之类的。大家如果有推荐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然后等一下呢，我就拍一点我晚点的 party 的实况给大家看，就这样咯。